最近一个朋友跟我说啊，他的血糖和这个体重呢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是因为呢他在饮食当中引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蔬菜。那么这个蔬菜呢，在东南亚、台湾和两广地区呢都是非常常用的。那么它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苦瓜。苦瓜全身都是宝，它有很重要的保健价值。但是呢，对有些人来讲呢，也需要小心的使用，否则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苦瓜呀，它实际上是长在这个藤子上的，是在热带地区呢比较多。它的表面呢比较青绿麻麻的，所以呢，有人把它叫做赖瓜，也有人呢把它叫成锦荔枝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苦瓜嘛，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味道比较苦，但是正因为这个苦味呢，它入我们的心经、脾经和胃经。从中医的能量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就有清热解毒安神镇静的作用。那么它同时呢，对我们身体容易上火的地方，无论是胃火呀还是肝火呀，那么造成的眼睛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那么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的作用。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这个苦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卡路里很低。100克的生苦瓜的话，只有21卡路里，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100克的苦瓜呀，你基本上就把你每天99%的维生素 C 的需要呢都可以满足，还可以满足1半左右的维生素 A。同时呢，它还含有锌、铁、钾、叶酸，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容易给我们带来饱腹感，也会改善了我们肠道的健康。现代研究发现苦瓜至少还有3大健康方面的好处。第一呢，就是降血糖。苦瓜除了它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保护我们胰腺的健康，由于膳食纤维改善我们的肠道，增加饱腹感，减少我们对食物的摄取。它还含有一种类似胰岛素的生物活性物质，它叫苦瓜素。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苦瓜多肽有人叫苦瓜胜肽，也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我们把它叫做植物胰岛素。所以我们这位朋友他在饮食当中增加了苦瓜的摄取呢对他的血糖和体重呢都有帮助是有科学依据的。苦瓜的第2大功效呢，就是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特别是不好的胆固醇。那么它这个原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呢含有类黄酮、酚酸以及糖苷，这些生物因子呢能够促进胆固醇的转化，同时呢减少胆固醇的合成，促进了身体对脂肪的代谢。其结果呢，就是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水平，特别是不好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因为它能控制血糖和胆固醇，这样的话呢，它对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就有非常大的好处。这苦瓜第3大健康效益就是抗癌。现在癌症非常普遍结肠癌、胃癌、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等。那么在一些试管研究当中所谓试管研究，它就是把苦瓜的一些提取物拿出来，然后在试管里面针对这些癌细胞来观察它的作用。试管研究发现苦瓜的提取物它能够诱导这个癌细胞的死亡，抑制癌细胞的繁殖，阻断了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有传令兵的这个传令兵呢会把各种各样的信号呢在细胞之间进行传递。这个传令兵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再生医学里面谈到的外泌体，它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功能，主要是因为里面有3种非常重要的生物因子，有防止癌症的作用一个叫阿尔法苦瓜素，一个叫贝塔苦瓜素，还有一个叫葫芦素。那么这3样东西呢，在试管里面它对癌细胞是有抑制作用的。当然还需要在临床研究，也就是说针对人体的研究呢，进一步来证明它有这样的好处。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食物，
它有控制血糖、控制胆固醇，甚至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最重要的是呢，这个苦瓜呀，它是非常容易烹调的，而且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比如说你用苦瓜跟排骨炖汤啊，苦瓜呢可以用辣椒和豆豉啊炒出来也非常的香。你还可以在苦瓜里面包上鱼、包上肉，做熟了以后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来吃。那么我们在选苦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它那个皮啊，一定要比较光滑。正常情况下，它是有很多这个麻麻赖赖的这个表皮，但是呢，它本身啊一定是光滑清亮的。同时呢，它的颜色呀要是淡绿色的。当然了，有的苦瓜呢颜色偏白一些也没有关系。当然了，在烹饪准备的时候一定要清洗干净啊，消除上面各种可能的农药啊、细菌啊、寄生虫啊等等。那既然苦瓜这么好，那我们在使用上要注意什么呢？你如果有糖尿病，你在吃降血糖的药，你要考虑这个苦瓜或者苦瓜提取物的增加会不会呢导致血糖过低，所以呢需要注意另外呢，它也会对你降胆固醇的药也会造成影响。胆固醇代谢障碍以后呢，我们会有问题，但胆固醇本身是我们身体需要的所以呢，你也不能够过度的抑制身体呢对胆固醇的生成和代谢。哪些人在吃苦瓜要特别注意呢？一个就是消化系统不好的人，因为这个苦瓜它胃寒，如果你不是胃热而是胃寒的话，那你吃苦瓜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另外，你的身体如果整体来讲比较虚寒，特别是我们有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朋友怕冷容易便秘等等，那都是属于脾胃虚寒的表现那么这时候呢，你用苦瓜或者苦瓜的提取物呢，就要稍微小心一些。即便是你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使用的频率和剂量上呢，也需要注意。第二呢，就是低血糖反应。那么因为苦瓜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嘛，如果你在吃降血糖的药在增加苦瓜或者苦瓜的提取物的时候呢，血糖可能会变得过低。第三个呢，就是过敏反应了。过敏反应这个不常见，但是呢，有的人经常吃苦瓜呢，也会产生一种敏感性，在身体里面造成一种慢性炎症所以呢，苦瓜再好也不要吃得太经常。正常情况下每周吃2次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有特殊的情况、特殊的需要，你可以吃得频繁一些当然了，对有些人来讲吃苦瓜不方便，可以吃一些苦瓜的提取物。至于说苦瓜的提取物里面都含有什么，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在以后的视频呢跟大家介绍。还有一类呢不适合吃苦瓜的朋友呢，就是孕妇这苦瓜里面含有一些促进子宫收缩的东西所以呢，孕妇呢最好不要吃苦瓜。总而言之吧，苦瓜呢营养丰富有非常重要的降血糖、降血脂、抗癌的健康功效。它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但是呢，有些朋友呢需要小心使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喜欢，请点赞、转发和订阅。您有什么体验和高见，也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